这对情侣正想做顿饭，大门却突然有人敲门。男人打开门，光线虽然幽暗，但能看得出是个金发女孩。他问塔马拉在不在这，查理摇头说你找错门了。女孩又问了一次，查理再三确认没有，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走的时候还说了句再会。起初他们只是纳闷，这么偏远的地方也会有人找错门，却没想到即将经历一场恐怖的追杀游戏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这是父亲留给查理的老房子，小两口因为回老家参加朋友的婚礼，要暂时在这住一晚。由于刚刚丽莎拒绝了查理的求婚，现在两人的心情都不太好，查理便开车出去兜兜风，双方借这个机会冷静冷静。丽莎其实深爱着查理，只不过她还没准备好步入婚姻。她尝试着戴了一下查理送的戒指，看了一眼，感觉还是恐惧婚姻。正当她想摘下戒指时，大门又一次被敲响，只有敲门声没有叫声，外面的人肯定不是查理。丽莎贴近房门问是谁，没想到对方又一次问塔马拉在不。You already came by here. Are you sure? 丽莎只觉后背发凉，没有再回应对方，而是悄悄地拧上门锁。偌大的房子十分安静，丽莎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她检查了一下窗外，确定没有外人才松了口气。此时壁炉的烟雾越来越大，丽莎连忙将烟囱口打开，但浓烟还是让烟感器响了起来。她只好爬上去拆下烟感器。又是只敲门不说话，而且敲门的力度变大了。丽莎连忙拿出手机，但手机没电了，只好先放一旁充电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她等不及了，只好回房用座机打给查理，告诉他那个女孩又回来了，一边催促着男友回来，一边换上休闲服，打算尽快离开这里。挂断电话后，她呆愣地站在大厅中间，浑然没察觉身后有另一个人。面具人十分淡定地看着丽莎，看着她走到橱柜拿杯子喝水。丽莎连忙拿起一把水果刀防身，她一步步地向大门靠近，却猛然发现刚刚还反着放的烟感器居然被翻过来了。她终于意识到家里来了其他人，她想报警，却发现电话已经被偷走了。四周还不时传来叮铃哐啷的声音，一会是敲门声，一会是铁棍划过地面的声音。她提心吊胆地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，掀开窗帘那一刻跟面具人撞个正着，吓得连忙躲回到了屋里。而此时大门也被人给打开了，丽莎只好跑过去关门，没想到门缝又冒出另一个面具人，不知如何是好的，她只好跑回房间，想要躲进床底，但床底太窄又钻不进去。敲门声和撞击声仍在不断，六神无主的丽莎也不知道在干啥，将台灯给拆了下来，还因此划伤了掌心。突然间撞击声停止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步步逼近的脚步声。丽莎盯着房门，紧紧拽着刀，不敢有半点松懈。所幸只是查理回来了，她告诉查理有面具人，而且还有一个进了屋里。查理以为只是恶作剧，女生胆子小才会吓成这样，但为了让丽莎放心，他还是提着刀全屋巡视了一番。确实是没看见屋里有别人，但他们完全没察觉壁炉里正燃烧着丽莎的手机。随后他们来到最容易藏人的地下室，但这里也没看到面具人。丽莎爬上柜子往窗外看去，查理也跟着爬了上去。查理认为他们一定是想要点什么，不然不会有人这样子盯着自己，所以他想出去谈谈。话说到这，他又想起自己的手机落在了车里，无论如何都得出去一趟。丽莎劝查理不要出去，因为家里已经进来了一个，还把他的手机给拿走了。而就这几句话的功夫，一转眼面具人又消失了。查理还是坚持出去拿手机，却万万没想到车玻璃被砸碎了，轮胎也被扎了。而正当他在杂物里摸索手机时，身后有人摸了他一下，吓得他炸了起来，但转身又没看见其他人，直至下车后才看见面具人远远地盯着他。 What do you want? 此时森林有人影一闪而过，再回过神，远处那个面具人也不见了。查理巡视了一番四周，并没有再看见面具人，但四周不时传来的怪声还是让他感到害怕。他三步一回头地往屋里走，就连进门前也要背对着走进去。而当下还不是最恐怖的，最恐怖的是他发现他的手机被放在了钢琴上，是面具人帮他放的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两人当即决定驱车逃离，却万万没想到车子刚启动，第三个面具人就驾车出现在后方。一回头又看见白色面罩人站在前方，两人都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皮卡车就猛地撞了上来。他们不得不快速跳下车，暂时躲回了屋内。查理想起了老爸打猎用的枪，在柜顶拿出了未组装的枪杆和枪头。两人想躲回到房里守株待兔，没想到房的窗户上写满了哈喽，显然面具人也来过这里。而就在查理检查厕所里有没有人时，外面的人突然朝窗户扔泥巴，巨大的撞击声吓得他们连连后退。查理冲进衣帽间翻找出子弹，然后快速组装好猎枪，装上子弹。本以为有枪在手就有胜算，却没想到因此犯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。查理打算让丽莎开门，而他则快速击倒面具人，却不曾想突然一个斧头破门而入。见对方来势汹汹，查理立即上膛冲大门打了一枪，砸门声这才消停了下来。事到如今，他们也不敢贸然出去，只好躲回房里守株待兔。只要有人路过门口，露头就秒，只要撑到天亮等接自己的朋友过来，就有逃出去的希望。可面具人显然不是第一次作案，他们很享受这种他在明我在暗的游戏规则。
现在他们并不着急杀死这对情侣，而是在外面放起了音乐。愉悦的乡村音乐和两人紧张的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使得整栋房子的氛围显得更加恐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查理之前约好来接自己的朋友提前到了。朋友正打着电话给查理，怎料一块石头从天而降，吓得他立即跳下了车。至此朋友才反应过来，不远处查理的车也被撞得稀碎，但屋子里却传来愉悦的乡村音乐。喊了几声查理没人回应，见状他顺手拿起地上的铁锹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。他前脚刚进去，面具人就显现在了路口。还真的是露头就秒。查理回过神来，对方好像没戴面具，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爬出去一看，没想到是好哥们。冷静了一会后，查理的情绪由悲伤变为愤怒，壮着胆子走出大厅，决心跟面具人拼死一搏。他让丽莎找地方躲起来，他闯出去到车库找无线电求救，不然没有别的办法能出去了。查理先是到朋友车里翻找，但没找到手机，车头的电线也被拔断了。他只好潜伏在大树下，本想着悄悄灭掉面具人，却殊不知丽莎等了许久不见查理回来，便出门小声喊了一声查理。外面一片死寂，摇晃的空秋千显得分外恐怖。他想了想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，于是乎快步地朝车库方向奔跑，途中还因为踩坑摔伤双脚，只能匍匐爬行。万万没注意到面具人就在后面，不过面具人还没玩够，不会这么快对他下手。丽莎找到一台老式无线电，而正当她成功跟外界取得联系时，面具人突然出现，一锄头砸坏了机器，逼得丽莎只好往回跑。然而房子附近的森林站着白色面罩人，身后的车库站着一个短发面具人，千秋上还坐着一个，留给他逃跑的方向只剩一个。可刚爬2步，他就看到被焚烧的车，恐怕查理已是凶多吉少。伤心之余转身一看，周围的面具人都消失了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丽莎强撑着站起来，快速往家里跑。此时已接近太阳出来的时间，面具人进入收尾工作，丽莎被逮住，狠狠地摔到墙上晕了过去。醒来时已是天亮，她被换了身衣服，和查理一同被绑在椅子上。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us? Because you were home. 恐怕两人也离死不远了。查理看到丽莎手上戴着求婚戒指，听到她亲口说我爱你，也算是临终前最幸福的事了。面具人逐个地摘下面罩，看来是打算灭口了。丽莎苦苦哀求放过他们，但面具人没有理会她，镜头转向屋外，只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声惨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朋友的手机响了，还尚有一口气的丽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过去，可怎料面具人还没离开，吓得丽莎丢掉了手机，本能地做出防御的手势。不过面具人没有再攻击她，而是默默地拿走了手机。不远处的小路上，两个孩子正在派发教会的传单，面具人的车突然停在路边。Can I have one? Are you a sinner? Sometimes. 没多久，小孩哥路过老房子，烧焦的汽车和破烂的大门勾起了两个孩子的好奇心。